我是清朝格格，他是钦点额驸，相识10年，我爱了他10年。可东洋归来，他却带回一个身穿洋装的小姐。我决定不再爱他，断了联系，解了婚约，去了西洋。诀别信里我写道：时代已变，你我殊途不同归。我以为他不会看，可后来听别人说，当年的额驸，如今的名医，居然封了一样的寻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母亲原是皇室贵族，名号瓜尔佳氏，是满族8大姓之一。只是学生上街游行，新思想、新文化涌入，轻蔑民国兴。1920年去名号，改官姓，一家人低调生活。他们不让我上街，下人们在偌大的院子里还是唤我一声格格。在这清冷的大院深闺中，我每天要做的就是写信。书叶，你在东洋过得可好？吃的是否习惯？睡得是否踏实？书叶，带你回来，我们去挑选成亲的喜服可好？书叶，你在东洋学习了什么？我听外面的人说德先生、赛先生，你知道吗？顾书叶是当年圣上钦点的额驸，我们已有婚约。2年前，他决意留学东洋，学医救人，我自然支持他。离开的那天，他没有说任何话，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。2年间，我寄信无数，可是回信却寥寥。我安慰自己，山高水远，定是书信送得不及时。但下人们却私下议论纷纷，驸马一去不返，哪儿还记得格格？格格，格格，驸马回来了。管家步履匆匆，喘着粗气向我禀报。我喜出望外，连鞋都来不及穿，赤足就往外跑。我这身装扮可美，回格格，格格最美。我这珠钗可亮，回格格，珠钗很亮。我头发可乱，不乱，不乱。我笑着奔跑，踏过长廊，穿过假山，越过石阶，一直到院门口。书叶，我轻唤一声，只见顾书叶身着黑色套装，头发被梳得一丝不苟，金丝边的眼镜在他高高的鼻梁上架着，那般耀眼。来，小心！下一秒，他牵着一位身穿洋装的小姐走了进来。她头发微卷，戴着一顶精致小巧的蕾丝帽，大大的裙摆随风摆动，勾勒出纤细迷人的身材。亮面低高跟鞋让她的脚看上去十分秀气，不要裹足便很好看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一身紫蓝色旗装暗淡无光，浮夸的珠钗叮叮当当作响，下人手里拿的盆底鞋又小又脏。一瞬间，我愣在原地。顾书叶，他变了。顾书叶，我鼓起勇气走了过去，笑着看向他身边的杨小姐。书叶，她是？杨小姐开口问道，她的声音甜美，语调轻柔，一点口音都没有。顾书叶用外语回了她一句，我听不懂，但杨小姐轻笑一声，向我打招呼：你好，我叫许佳慧。她伸出右手，我吓了一跳，稍稍后退，欠身半蹲。你好，我叫关荣。顾书叶眉头微紧地看着我，随后将许佳慧悬在空中的手放下。无妨，她不懂这些礼仪。礼仪，我虽从未留学，但自小熟读4书5经，精通乐理，礼仪更是不在话下。她现在的意思，却在说我不懂礼仪。一瞬间，我心中的疑惑有很多：为什么不给我回信？为什么说些我听不懂的话？又为什么要带别的女人回来？可是话到嘴边，我又憋了回去，转而一句：书叶，吃了吗？我去给你做桃花酥。他们在庭院中坐着，我将桃花酥放在桌上，看向顾书叶淡漠的眉眼，忍不住想起皇兄当年赐婚时的气氛。他区区御医，怎配得上你？我吵着闹着，我就喜欢顾书叶，非他不嫁。10年前，
世家子弟去后山寻场打野，我无意间被毒蛇咬了。不多时，顾叔夜赶来，他一句得罪了，直接帮我吸出蛇毒。他长睫微动，嘴唇附在我腿上时一阵冰冷，几次吮吸，蛇毒才全部清理干净。他又细心上药包扎，在我喊疼的时候，他从袖口拿出一块糖，吃糖就不疼了。那时候顾叔夜一定想不到我会成为他甩也甩不掉的麻烦。后来我求着皇兄给我们赐婚，可是格格哪有下嫁的道理？皇兄反对，父母反对，甚至是顾叔夜也告诉我，他受不起我的厚爱，我却执意到底，连跪3天3夜。皇兄终究是拗不过我，下旨赐婚，顾叔夜也成为钦点额驸。那时的我当真是心满意足，可是顾叔夜却一如既往的冷漠。他见我时只是点头行礼，随后便不言不语地离开。我一遍遍地问他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？他停下脚步，双眸微深，因为我不喜欢你。午后，许家慧提出想要上街逛逛，顾叔夜应了。我可以去吗？我微微说出一句。这些年我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一方面是因为下人们总说外面不踏实不安宁，出门了会护不住我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聊，没有顾叔夜也就没有了兴致。许家慧打量了我几下，随后轻笑一声：当然可以啊。顾叔夜本想阻止，但听许家慧这么一说，他也不再多言，随便你。繁华的街已经换了新样貌，原本的糖水铺、茶点间，如今都变成一个又一个拉起横幅的摊位。身穿学生装的少男少女举着旗帜高吼马克思，而脏乱差的拐角却还有留着长辫子的老人乞讨。叔夜，京城变化好大，我感叹一句，可下一秒杨小姐笑出声：关小姐，你是多久不出来了？她的笑声令我听得难受，我知道它是一种嘲讽，是一种讥笑。我等着顾叔夜能帮我说话，可是他只是安静地走着，丝毫不在意我。顾叔夜不说话，杨小姐更是得意，她一把勾住顾叔夜的手臂，冲着我笑了笑，那个笑容看得我刺眼。路上，我看见一个点人画像的铺子，想起自小我的绘画能力就天赋异禀，我偷偷给顾叔夜画了许多张画。他看书写字的画，行医治病的画，步履匆匆的画，神色淡然的画。我认识的他，虽然对我一直不冷不热，但是也不会对其他女子上心。可如今站在他身边的杨小姐，似乎真的比我有资格很多。小姐，要不要给您画幅画？令人意外的是，摊主竟是一个洋人，他金发碧眼，身穿西装。我呀的一声叫起来，顾叔夜和许家慧看了过来，我羞红着脸低下头，帮我画一张吧。许是不想被他们看出难堪，我硬着头皮允了洋人的意，他赶紧道歉，表示自己无意打扰，随后便拿起画板认真画了起来。不过一会儿，他就将我画了出来，只不过他的画却与我自小到大习得的不同，黑白交织的线条勾勒出明暗交错，光影之下的衬托让人物更加生动。这是什么？我问道。洋人笑了笑，这是素描，送给你。我拿起画看了看，又盯着洋人手中的笔，他似乎看懂我的意思，将笔递给我。我拿起笔学着他的样子在画上改了几笔。天哪，你太有天赋了！洋人兴奋地鼓掌。我看了看改动的画，却是传神了更多。谢谢。我欠身想要离开，洋人却说要把画送给我。我叫陆毅，一直在这里画画，有空常来。我想，或许我再也不会出来了。说罢，我转身想要离开，
可谁知顾书业根本没有等我。长长的街道，行人来来往往，却只留下我一个人不知所措。最后是陆毅先生将我送回府中，一路上他与我聊了很多，聊了这几年中国的变化，聊了绘画成为美术的发展，聊了他的故乡欧洲风情。一直到家门口，他才很有礼貌地告别离开。转身，顾书业出现在面前。你去哪儿了？他冷漠的质问传来。书业，别怪关小姐了，都怪我。想着去服装店逛逛，转眼就走散了。许家慧拉着顾书业，略带委屈地说道。下一秒，顾书业走近，自己不认识路，还不知道跟紧。你真是个麻烦。我心里有些委屈，手中的话也渐渐攥紧。我本想和他分享我今天的所见所闻，还想告诉他我被一位杨先生夸奖，可是等来的不是他的询问，而是劈头盖脸的一顿骂。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眼泪打着圈的愣在原地，哭就知道哭。说完，顾书业抬腿离开，许家慧跟了上去。他就如此不在意我的眼泪吗？我抬手擦去眼泪，咬着下嘴唇转身。书业，我不哭了，晚上回来吃饭吆。他听见了，但脚步没有停，还是选择离开。夜很深，风有些冷，我站在院子里长着灯等了又等。下半夜，许家慧身穿一套新洋裙走了进来。关小姐，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我知道他的来意，无非是想说他对顾书业的爱意绵绵，可我不想听。8年前，我求着皇兄赐婚时，我的心就独属于他一人。人呐，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。见我不说话，他走到我身边。书业是一位有思想、有能力的青年，难道你想让他和你一样被困在这深闺大院内？你什么意思？呵，他轻笑一声。什么意思？看着我微红的眼眸，许家慧更是得意。你不知道吗？顾书业只会觉得你是负担，是累赘，是个麻烦，又是麻烦。难道我真的是个麻烦？当年顾书业留学东洋，是我拿出所有储蓄供他一张船票。2年来，我无数次想要去寻他，可是他却不告诉我他在哪儿。无数封信，无数的想念，无数的等待，难道对顾书业来说只是个麻烦？我的心痛到无法呼吸。我看着许家慧的穿着打扮，再看看自己，或许我和顾书业真的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我头也不回地冲进卧室，将头埋在被褥里，崩溃大哭。我期待过无数个与顾书业重见的画面，却不曾想是如今这般。一直到清晨，我才听到门微微的起合，是顾书业。我出门去寻，对上他的视线，怎么还不睡？他看起来似乎是喝了点酒，头发凌乱，步伐踉跄。我还是放不下他，走过去，将他扶进客房。书业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他沉默不语。我又道，你不回来，我会很担心。他有些不耐烦。现在不是回来了吗？我喉咙动了动。我想问，为什么就不能在意一下我的情绪？为什么要和许家慧走得那么近？为什么不提我们的关系？为什么忘记了我的生辰？书业，昨天是我的生辰，我本想跟你一起过。他不看我，语气有些随意。那现在过不一样？怎么不一样？过了时辰了，过了又怎样？他的眉头紧皱，眼底都是不耐烦。我被他看着，眼底又忍不住地泛起泪花。他推开我，关荣，到底要怎样？真是够了。我心底的委屈如海浪般翻涌，但我还是忍着将他送回房。就在出门的时候，我却发现他的行李箱里有一叠叠厚厚的信纸。我走过去一看，竟然是这些年我写给他的信。原来他都留着。我心里微微生暖，可当我拿出翻看时，却发现
每一封都没有拆。原来我寄给你的信，你连看都不愿意看。第二天，许家慧一大早就将顾书叶喊了出去，说是要去听学堂的讲座。我听不懂，也没跟着去。可令我没想到的是，陆毅先生居然出现在我家门口。他这次给我带了一只白色的猫。关小姐，这个送给你。我接过这只猫，它通体纯白，只有眼睛是蓝色，看起来可爱极了，看得出我很喜欢。陆毅告诉我这是波斯猫，很名贵。我一听名贵，便不敢收下。谁知陆毅先生说：“关小姐，我也有求于你。”他带了几幅画让我修改。既然收了人家的东西，我自然也要报答。认真将画作修改后，交给陆毅先生。他看着画一遍又一遍，夸奖我天赋异禀，我全当是客套。后来的几天，许家慧和顾书叶一直参加各种讲座宣讲，陆毅先生则每天来找我改画。一开始我只是为了解乏，但渐渐的我却越发喜欢素描。陆毅先生告诉我，素描只是基础，美术的内容有许多。他教我学英文，讲英文，教我绘画形式和结构塑造。他说他只是来中国考察古建筑，很快就要回欧洲。最近的一天，他带了一个消息：关小姐，我将你的改画寄给了我的导师，他对你很有兴趣，真诚邀请你去学习交流。我心里一惊，在中国的另一面，他点点头，在西洋，准确地说是英国。我一时间不知道回复什么。他看出来我的担忧：关小姐，你不用害怕，留洋也是一次文化的交流和人生的经历。我点点头：陆毅先生，容我再想想。他叹了口气，看来关小姐有许多事情还放不下。放不下，我放不下的只有顾书叶。这天傍晚，我带着白猫上街转转，不知不觉中我居然走到学堂门口。我来这儿做甚？刚想离开，白猫却从我怀里跳了下去，直接冲进学堂里。我着急地跟上去寻，喵喵喵喵。突然，几个身着洋裙的女人走了过来，中间那位手里正好抱着我的白猫。我定睛一看，是许家慧。我准备上去要回猫，可她却笑着道：“你干嘛？这是我的猫。”我回道：“你的。”她笑出了声，旁边几位杨小姐也跟着笑起来。你知道这只猫多名贵吗？我看是你偷的吧？我被她这句话说得愣住，真是血口喷人。我不愿多说，上去一把抢过猫，还给我。不知是不是她故意。我刚上去抢回猫，它就顺势倒在地上。哎呦哎呦！一旁的几位杨小姐见状纷纷骂我没教养，不懂礼貌。我从小到大哪里受过这般侮辱，上去就是推搡一把。很快，学堂的护卫赶到现场，一看是我欺负了杨小姐们，立刻大喊问我干什么的。我抱着猫，他们抢我的猫。谁抢你的猫？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猫？这身打扮，你以为自己还真是个格格？现在可是民国，你可别是个清朝余孽吧？他们好一番教养，纷纷提着裙子冲我大骂。什么清朝余孽我不懂，格格身份我也不在意，但我满族身份满族衣我还是知晓的。可谁知他们的吵闹声引起不少人驻足围观。我被扣上偷东西、打人、推人、清朝余孽老封建的帽子。我不是，我一声声反驳。可所有人都在替杨小姐说话，呵，好一番崇洋媚外的样子。人群里，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顾书叶。他身穿一套棕色西装，神情淡漠地看着一切。书叶，许家慧喊了一声。顾书叶缓缓走过去。怎么了？他偷了一只猫，而且他还这般老古董、老封建。许家慧指着我道：“所有人趾高气昂地骂我，我都不在意，我只想要知道顾书叶的态度。”
我看向他，微微张口，我不是。可他当作没看见一样，对许佳慧道：“讲座快开始了。”说罢，他们便要转身离开。我喊道：“顾书叶！”他背对着我停下脚步。你信不信我？你为什么总要问我？我的看法很重要吗？重要，当然重要。只要你信我，只要你信我。可是他没再说任何，背影离我越来越远。当晚，我回到家，一把银色剪刀在月光下显得十分漂亮。镜子里，我看着自己的脸蛋，丹凤眼，柳叶眉，东方长相下显得柔弱好欺负。所以，顾书叶，你就是看我好欺负是吗？这些年，我盼着你回来，我盼着你看我一眼。可是你呢？我的心痛到无法呼吸，我死死地按住胸口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疼一会儿，就再也不会疼了。很晚，顾书叶才回到家，我没有去迎，他也没有来问。是啊，顾书叶，我对你而言就是如此可有可无吧。这好像是一个平静的夜晚，我握起剪刀，唰的一声割断齐腰长发。想起陆毅先生晚饭前同我说的话：“关荣，很高兴你选择与我一同回国，时间比较紧，我们明天码头出发。”我从没想过，这段我拼死拼活求来的婚约，最后还是由我亲手毁掉。可我不想爱了，真的不想爱了。泛黄的信纸是我最后一次写给你的诀别书。顾书叶，婚约取消，时代已变，你我殊途不同归。英国的冬天真的很冷，但是眼前金发碧眼的人不仅仅只有陆毅先生一位，还习惯吗？我点点头。我的学习能力不差，一开始听不懂英语，但渐渐的也在语言环境下懂了许多。导师是一位学识丰富的老者，他尊重各国文化，也十分欣赏我。在让我选择专业时，他推荐我学传统美术。可是来到英国，我发现这里与中国差别太大，辉煌的建筑，丰富的思想，创新的文化，传统美术改变不了中国。我选择了建筑，设计坚硬的房屋，制造便利的桥梁，甚至是将前所未有的建筑文明带回中国。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。除了美术设计，我还要学理工原理，了解建筑支撑，熟悉结构设计。我一待就待了8年多。春去秋来，我拿到了英国大学的毕业证书和导师推荐信，被不少地区邀请参与建筑设计。关荣，你真是我见过最棒的中国女人。陆毅递给我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，我笑了笑接过。那你见到的中国女人还是太少。谈笑间，我的眸光落在陆毅身后，那个人也正看着我，他的眼里升起一片大雾，朦胧的我看不清是谁。我又看了看，他缓缓向我走来，越靠越近，越靠越近。我这才恍然，顾书叶，我曾经的未婚夫陆毅。我先走了，放下咖啡，我就想走。可是顾书叶却先我一步走过来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我甩开他的手腕。Don't touch me， 别碰我。他眼底泛起泪花，依然不放开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下一秒，他猛地将我揽入怀中。蓉儿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我问了你父母，问了朋友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我找了很多地方，可是都找不到你。他一股脑地说着，你找我做什么？我打断他，没有丝毫继续听下去的想法。他看着我动了动嘴唇，为什么离开？为什么取消婚约？一瞬间，我只觉得眼前的他很陌生。也是，8年未见，的确陌生。他的慌张不已和我的冷淡疏离形成反差，好像很突然的，我们的位置调换了。可是心思并非一瞬间，那时候的我满心满眼都是他，可是他呢，全当我是个累赘，是个负担，是个麻烦。我冷笑一声，
没有为什么。别说了，能不能不要分开？不能，求求你，蓉儿，别走。我拿起一旁的咖啡，一下子浇在他脸上。顾书叶，你冷静一点。第1年，我不识英文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学习。第2年，我选择专业，只想要为国贡献。第3年，我触及未知领域，生啃书本。第4年，我拜访无数学者，作画手稿无数。第5年，我想有所成就，深耕不停。我也没想到我会说出这些，但我并非想要证明自己的刻苦和努力。顾书叶被我教了一脸茫然，还不懂吗？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才知道该怎么活。爱他的8年里，我一度失去了自己，做任何事，说任何话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顾书叶。爱他爱到失去自己，爱他爱到没有生活。就在我以为他会回国与我成亲时，却带回另一个女子。那时候的他对我依旧冷漠不已，却在我离开的8年后发了疯地说一直在寻我。呵，可笑，可笑至极。顾书叶，我好不容易从爱你的深渊爬出来，你难道又想把我拉进去？告诉你，不可能。顾书叶听不懂我的话，一直不依不饶地跟着我。我回到学校，不愿多说任何，却久违地收到国内的书信。蓉儿，国内政局动荡，战乱不息，你在国外过得可好？是父亲。我红了眼，是时候该回去了。革命战争的爆发，让全中国上下都不太平。父母年事已高，我理应陪伴在其身边，加上学成8年，是时候该回国有所贡献。我迅速收拾行李，匆匆留下告别信给陆毅和导师。当我打开门的一刹那，顾书叶还站在门外。他看了看我手中的行李，你又要去哪儿？我不愿理他，想要尽快赶到码头。他一把抢过我的行李，蓉儿，别走。看着他痴情的模样，我无奈地叹口气。顾书叶，我要回国。回国后，国内的景象令人哑然。乱世之下，群众吃不暖，穿不饱是常有的事。我脱下风衣，盖在街角行乞的老人身上，可他却一把抓住我，给我钱，给我钱。一瞬间，我害怕地跌坐在地上。顾书叶冲上前护住我，小心。回国后，他依然跟着我。我擦了擦手，谢谢。政府已经废除轻视优待条例，你父母现在已经搬离官府，父亲一直与我有书信来往，我自然是知道他们的近况。只是顾书叶何故如此关心？他不该关心我的父母，更不该关心我。你够了吗？我看向他，顾书叶，你不必做到如此。他走上前，不，这是我该做的。我笑了笑，顾书叶，你只是不甘心，一段感情突然结束，你一时之间适应不了，但我不是你的意中人，你无需念念不忘，你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我的匆匆离别，不甘心。蓉儿，我不是。他极力解释，你的冷漠，你的疏离，你的满不在乎，要我一一说给你听吗？我突然想起8年前他回国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日日夜夜都在等他回来，在院子里，在卧榻上，在睡眠中，只要听到一点响动，我就出去寻他。可他每次回来都是看都不看我一眼。他明明知道我在等他，可他还是不在乎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我当时只是……他道着歉，红着眼睛抓住我。我挣扎地抽出手，顾书叶，别再打扰我了。我想我说的话也比不过他此前的冷漠，但我想要的只是一别两宽，各自安好。那之后，顾书叶果然没再跟着我。3年内，我成为国内著名建筑师，负责国内军用建筑项目设计和建造。只是战争爆发太过突然，日军侵华，民不聊生。再次遇到顾书叶是在战场上，
我随军做军事防御性建筑策划，而顾书业成为一名军医。他身着白大褂，表情依然淡漠。面对伤员，他冷静处理，认真包扎。而在他身边，许家慧给他递着纱布。我冷笑一声，说得那么深情，转头不还是念新人忘旧人？正当我要离开，身后却传来声响：“关荣。”我转身，许家慧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你变化好大。所以呢？人总是会变的，就像是8年前回国的顾书业一样。”不愿再多说，我外出勘测现场，可殊不知许家慧倒是一点没变。他在军营里又传出我是清朝余孽、老封建、老古板的消息，还说我偷过他的东西，抢过他的人。得知我留学一事，他又改口说我品行不正，跟别人跑了。听到这些，我笑岔了气。革命年代，他心里只有这些弯弯绕绕。你乱说什么？顾书业扔掉手中的纱布，一脸怒气。许家慧有些惊慌失措。我一瞬间，思绪似乎被拉回8年前学堂里发生的一切。那时候的许家慧也是这样说我，只是顾书业并不在意。他在我委屈、难过、绝望的时候问我：“你为什么总要问我？我的看法很重要吗？”现在想来，他的看法重要吗？我走过去，淡淡开口：“他说的真真假假，重要吗？”顾书业看到是我，眉眼瞬间舒展。他点点头：“重要。”我摇摇头，笑了笑：“不重要了。”这件事情之后，许家慧因为扰乱军纪被派遣回去。他是幸运的，因为他刚走，军营就被偷袭，日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我在堡垒之下，顾书业用身体紧紧抱着我：“你放手，我不想欠你一条命，蓉儿，是我欠你。”说着，他便抱得更紧。枪弹扫射而过，黄土灰飞。我看见顾书业眼底一片泪花，可是太晚了，他的左肩中了一枪，血已经顺着背流下。蓉儿，8年前我回国，看到国内国外的差别很大，所以我很想改变这一切。我厌恶所有的封建思想，厌恶一切困住我的东西。我并不是不喜欢你，并不是不想娶你，而是在那种环境下，我说服不了自己接受过去。他说话有些吃力，我想要捂住他的嘴：“别说了，你先别说了。”可是他还是看着我继续说：“许家慧是我在东洋留学的同窗，他曾帮助我不少，我才带他回来，绝无其他意思。蓉儿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失去你之后，我才知道困住我的从来不是你，是我自己，我自己。”他说着说着，咳出一滩血。我用手压住他的肩膀：“蓉儿，我去了东洋留学，我以为我见过很多世面，可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过的最美的一面。”援军赶到现场时，顾书业已经断了气。我被救了下来，脑海里一直回现着他说的话。我曾爱过顾书业，在我最天真、最期待的时候，我幻想着嫁给他后的一切生活。可是他一次次的冷漠让我死了心。如今他又说爱我。顾书业，你的爱未免太迟、太沉重。送回北京，我将顾书业葬在一处清净地。许家慧知道后骂我、怨我。他将我留洋8年里，顾书业写给我的信一封封砸在我脸上。你知道书业那8年怎么过的吗？他连寄信都不知道往哪儿寄。我突然想起那些年我写给他的信，当时那些成为他负担的信，如今却又转移到我身上。关荣，你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吗？我问他，你是谁？他用一句你听不懂的话回答了我：你留学8年，如今总该知道。许家慧哭闹着说道。回忆初见，他看着我，问向他：书业，他是？顾书业表情淡然，但他回的那句外语
却是无期。他那么爱你，你却舍得让他去死。许家慧情绪失控地大喊：爱我！可是我最爱他的时候，却一点儿也感觉不到。我面无表情地看向墓碑。顾书叶，你凭什么用深情绑架我？书叶后悔当初没能留下你，他疯了一样的找了你8年，8年。所以呢？我终于开口。许家慧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关荣，你好狠的心。我冷笑2声。是啊，我好狠的心。关荣，如果有来世，我希望你和顾书叶永不相见。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墓碑。他在英国见我的第一面时，我就知道，心死从来不是一瞬间的事。我拿出一壶酒，顺着洒在墓碑前，随后笑了笑，开口道：顾书叶，我希望我们从今以后生生世世永不再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